到底什么是你最理想的客户呢？到底该如何去评估对方是不是适合的？你们最后会是契合的呢，还是会要过滤掉对方？这一集我们来分享评估客人法。Hello， 欢迎来到 Dreams Boomer 逐梦创业家，我是 Mickey。这里是一个关于创业以及接案的分享频道，希望在这里能够让你一起学习、成长、提升战斗力、赚大钱。最后，欢迎分享、订阅以及追踪。评估对方是不是适合的客户，会有9个动作。首先要事先四处询问以及调查关于他们的公司，了解一些相关于他们的讯息，以及他们的公司规模、他们的结构、他们的运作，他们最近有什么专案成功，或者是最近有什么执行是失败的。网络上他们任何的文章，任何跟你以及即将要跟这家公司一起工作，他的团队、他的人员的一些背后的背景，这些种种调查会让你脑袋中慢慢的拼出一个世界，但你的感觉还是有一些资讯其实拼不大起来，所以接下来你就要准备一些问题，要问很多问题。一旦你对于对方有更深层的理解，并对他们填补了你没有确定的这些空白，你脑袋海就会看到这所有的问题，并提出更多的问题，好让这些种种的问题挖掘出更深层的层次的矛盾啊、问题等等。在这些问题当中，你需要问出来，他们是如何得知你的？是经过介绍吗？他们是来自哪里？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过程，不管是透过电话或者是在会议室当中，你都需要好好的倾听，认真的倾听，以去了解他们的解说，还有分享他们的难处、他们的故事、需求以及未来的这个方向。你会隐隐约约的感觉出他们需要你的面向会是什么，去了解他们将在该项目中投入会哪些资源，是什么原因激发出他们的需求。询问他们在以前的专案当中呢，排名的前5位的是什么？他们在于时间、质量、速度、成本这些注意的焦点大概是什么？其实只有神才能够3样都得到，不可能。所以去了解客户专注在哪2个点，对于保护我们的时间会非常的重要。也可以从这个点，你去过滤客户。我自己个人欣赏对于细节非常要求的公司，注重细节但是合理的要求，对我们的整体服务是感到兴趣的，但对结果论是特别的专注，而不是那些工资、政治等等。我最喜欢的客户可能是那些优先考虑结果以及质量的这种组合的客户。进行高质量的工作总是比较有意义的，即使有时候它不一定立刻取得某种成果，但是从长远的一个来看，它是比较有远见的一个竞争战略之一。你可以在我的 IG 上下载懒人图表，我也会在上面分享我对这一票人的看法。当然十分欢迎订阅以及追踪，并在下面提出你不清楚的问题。听到这里，我们再稍微把话题带深入一点，深入去了解、去判断对方可以带给我们的收益，短期、中期、长期，项目规模、项目的复杂度，里面有没有需要花时间去接触新的东西，然后需要花时间去学习，然后再马上拿来用，以及公司好，但是 PM 的能力够不够呢？决策者或者是整个程序有没有很复杂？如果是你已经做过的案子呢，那在于跟对方的信任度、专业度、准时付款的系统或者是流程，你需要去了解对方有没有想去找伙伴，去共同建立一个长期的合作关系。这样来讲，他们的心态你也会比较了解，因为他们会确定他们有准备好工作该要的资料、
准备为自己的专案的成败去做负责，准备停止为其他人的问题开脱且负责任。他们也会了解说，其实很多的紧急情况会有特别需要的另类的执行方式。我发现，如果这个答案都是肯定的，双方一定非常的契合。从财务上来讲，他们绝对会全心全意的，不会选择很多的厂商，然后跳来跳去，因为他们绝对知道这是一个共同旅程、共同的投资，去得到最好的 ROI。当你不管是从旁边敲打，或者是直接问所有问题，以去了解更多的讯息，去做判断以及评估。接下来你就要进行客户类型的标签，这时候你就开始要标签你的客户这种类型。如果以速度快来讲的话呢，有一种叫做时间逼死人，就夺命催完扣，我3个小时要，我今天你下班前就要，或者说12点还在打电给你，我就是马上要，我隔天早上就要。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呢，你会有很大的精神压力，你不一定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而且它会产生出很多额外的一个事情。那有一种是成本，他来见你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锁定他想要的一个成本，在这成本之下呢，他可能不一定会听你所要的教育啊、解释啊，他可能就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他给你这个专案的框架其实是蛮庞大的，远远超出的。但是他会可能用一种说法说啊 ，Mickey， 真不好意思啊，我的公司目前只有拨这样的预算来做这件事情，拜托你帮忙，麻烦你做好。这种就是锁定成本。他在锁定之后，变成他不会听你任何讲解，他就一致说，我就是要在这样子的价格里面完成这样子的事情。其实是便宜到一个地步的麻烦。那还有一种是 price shop， 就是比价王，他来见你的时候，可能已经比价5家、10家。然后你就跟他介绍完，讲你可以做什么事情，他就很不错，但很可能他就没有下落了。但另外一个进阶比较王，他就是 CP 值，什么东西他都讲 CP 值，因为他已经询问了5家、10家，他抽取了这么多厂商里面的对他有利的所有优点，把它并在一层一大包，然后他就跟你讲说，Mickey， 你这个提案这个 CP 值很不 OK 耶。因为你看，我那问的这一家，他可以提供这个额外的，然后这家给这个额外的，你们这样很没有竞争力耶。其实他要求这 CP 值，但其实这也是非常麻烦的一个问题。那还有一种是品质要好的客户，你会觉得说太好了，我可以做一个好的作品，我可以把一个完成度盯到最高，那这也对得起我自己的时间，对我的公司，对我的团队都是好。但如果你知道说，如果对方是一个像处女座的，他对于这个可能要移过来一点啊，到底是这个犹豫不决，但是你可不可以都做出来一个版本，让我去看看哪一个比较好？他就在细节里面挑毛病。我需要有2-3天才能够回复下个礼拜我再回复你好不好？我要慎重的去思考。那其实你的专案就会被拉长，那你的利润就全部都不见了，所以蛮可怕的。那有一种就是不好意思，我速度要快，我一定要很便宜，但品质你要给我做好，不好意思啊，这在里面的黑色框它是不存在的。但偏偏有时候你会碰到这个，但是这个呢，通常在这3个的拉轴来讲，它是不存在。可是有时候呢，它会贬值说处女都少一点，大部分是要便宜，然后时间很紧急。但这样子的这种拉扯，你可以去判断说，它其实就是开始一个问题王，各种的问题的延伸，你就要开始小心了。但他如果提升到下一个境界，就是歇斯底里，他的 EQ、IQ， 可能他的公司或他的团队给他的某些压力，他会把他嫁祸在我们身上的话，他就很歇斯底里的，我不管。他用某种方式讲法、情绪绑架你，你就是给我搞定，我不管你。他不会跟你讲道理。那在这时候，你就会变得很难做事情。你了解自己当前的能力跟状态，你可以更好的为客户服务，因为你知道他们会回来。好的客户就是有潜力成为长期客户的人，这意味着你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而不必担心浪费时间。你的客户会成为你最好的销售人员。
当你找到适合的人，并提供优质的服务时，你的客户就会成为你的拥有者以及传教士，他们去告诉他们的朋友，并帮助你的业务发展。相反的，跟问题客户合作的时候就很累，时间以及精力都被消耗光了，而且利润极少。当你以最佳客户合作时，你的业务会增长，生活也会变得相对轻松。听起来很不错，对不对？但实际上，谁是你最好的客户呢？在问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能要摸摸彼此，好好看一下自身的能力以及自家公司的能力如何。在这3个圈子当中，哪2个才是你的强项？如果你不想要见到这些坏客户，相信我，这绝对不是世界的尽头。你可以观看这个视频，免费使用以升级找到战略合作伙伴，去重新定位到其他的圈里面去。最后，你要评估一下，问你自己：我们匹配吗？最后去评估自己和客户是不是契合以及适合。希望透过一系列的程序调查、研究、准备问题、问问题、聆听、问深入的问题，标签客户的类型，了解自己当前的能力以及状态，最后去做评估。听到这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少一点碰触到这些烂客户形成的各种哀怨，从一开始就走向光明大桥。本集内容希望能够让你了解如何评估对方是不是最适合的客户。欢迎订阅追踪，按个赞。我是 Mickey，下次见，拜 ，Adios，ciao。